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灵魂真的存在，它会不会有重量？这是一个人类困惑了上千年的问题。我们知道，眼睛能看到肉体，仪器能测量心跳与脑波，但灵魂这个概念却始终游走在科学无法完全触及的边界。然而在20世纪初，有一位医师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，让全世界突然屏住了呼吸。他声称灵魂的重量是21克。没错，就是那个被无数电影、宗教团体与神秘学界反复引用的21克实验。这个数字听起来非常具象，仿佛灵魂真的能像苹果或羽毛一样被放上秤子称重。而也因为这个数字太具象、太戏剧性，它像一颗石子投入了人类对死后是什么的大湖里，激起一层又一层的涟漪。但问题来了，如果灵魂真的有重量，那代表灵魂是物质吗？它会不会像空气、像微粒，甚至像一种未知的第5元素？又或者，那21克根本不存在，只是生命离开肉体那一刻，人体某些生理机制的自然变化？你看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交叉路口。站在这里的人类被迫做出选择：你相信灵魂是一种能量，还是你认为灵魂是某种无法测量的意识？又或者，你依然希望相信它真的可以被称出一个重量？而最令人着迷的是，科学与灵性都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，但这两种答案却同时指向了一个更深、更大的真相。在科学的体系中，世界由物质、能量与可观测的现象所构成，所有事物都需要通过实验来证明。然而灵魂看不到、摸不到、无法量化，因此总是被排除在可科学研究的对象之外。但在灵性或形上学的观点中，灵魂不是物质，而是一种震动，一种存在，一种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意识。而意识本身并不一定需要质量才能存在。这就像 WiFi 没有重量，但它能承载讯息；光没有重量，但它充满宇宙。意识也可能如此，无重但真实。然而，21克实验最惊人的地方不在于它的科学可靠性，而在于它让人类第一次试图用物理方式测量生命离开的瞬间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：一张铁床，一个在生命边缘的人，一个称重平台，一个医师正等待着生命最后一刻的微小变化。这个画面非常震撼，因为它象征着人类试图用科学伸手触碰未知的那条界限，而这条界限正是每个人终将面对的。生命从有到无的那一瞬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21克之谜只是揭开这个问题的第一层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深入第2层，科学到底如何看待这个实验？它真的成立吗？它有被重复验证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，我们将从科学角度一步步拆解这个百年谜题。那么，这个震撼世界的21克到底从哪里来？故事要从1907年说起。当时的美国医师 Duncan McDougall 对灵魂十分着迷，他想用最科学、最直接的方式证明灵魂存在。他把临终病人放在特制的精密床秤上，准备测量在人断气的瞬间，体重是否会突然下降。如果有，那下降的重量就是灵魂的重量。听起来很大胆，也很浪漫，但真正的实验过程其实远比想象中混乱。首先，样本极少，他只测了6名病人，其中4名数据根本无法使用，只有2名勉强被记录下来。而这2份资料也完全不一致，一名病人好像突然掉了几公克，但没有稳定的趋势；另一名甚至因为秤子晃动太大，无法确认到底发生什么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时的秤其实远没有今天的科学仪器精准。床秤灵敏度不足，临终时身体抽搐，呼吸停止，造成肺中气体压力变化，
体液蒸发，任何一项都可能造成瞬间的重量波动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实验根本无法排除生理因素。但 McDougall 却凭着其中一个模糊的数据得出结论：灵魂的重量就是21克。然而，这个结论从未被重复，从未被证实，甚至连同时代的科学家都不买单。真正的科学研究必须能够重复验证、控制变因、排除误差，而21克实验完全无法达到这些标准。后来的研究者重新检视这个案例时，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过多、方法粗糙、样本太少的实验。它更像是一个带着想证明灵魂存在预设立场的尝试，而不是冷静的科学研究。那么，科学如何解释临终前后的体重变化？其实答案相当务实，人在死亡的瞬间会发生很多微细但快速的生理变化。例如，肺内残余气体排出，体液开始蒸散，血压下降使体内压力改变，身体热量流失，造成空气密度变化。这些都可能造成秤上的重量波动。而21克很有可能只是某个测量误差的巧合。更关键的是，在现代物理学与生物学的理解中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灵魂是一个具有质量的实体。只要灵魂不是由物质组成，就不会有重量。科学界普遍认为，灵魂如果存在，也一定是超越物质的，不会以克、公斤这种单位存在。那为什么21克会这么深入人心？因为人类一直想要一个看得见、测得出、能证明死亡之后仍然有某种东西延续的证据。21克是一个足以令人浪漫、安心，又稍微带着神秘感的数字。它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确信，或许生命不是在死亡的瞬间彻底消失。然而，当我们回到科学的角度时，我们会发现，21克并不能证明灵魂有重量，也无法证明灵魂的存在。但这并不代表灵魂不存在。科学只能测量物质，而如果灵魂本质是非物质，那么科学的工具自然无法触及。而这也正是我们即将进入的下一个层次：灵性与形上学如何解释灵魂。如果灵魂没有重量，那它到底是什么？它存在在哪里？以什么形式存在？我们下一段将从灵性宇宙观真正揭开灵魂的本质。既然21克实验在科学上站不住脚，那灵魂真的完全没重量吗？这里我们要把视角从三维物理转向更高维度的形上学。首先，在大多数灵性传统中，灵魂不是物质，不是粒子，不是可以被称量的东西。灵魂更接近于能量、意识、振动频率的总和。我们通常会把世界理解为由物质构成，因为眼睛能看到，手能摸到，而科学仪器也能测量。但如果从能量观、量子观点来看，物质本身就只是能量的凝聚形式，那么作为更纯粹、更细致的意识能量，灵魂本质上就不需要质量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：灯光有重量吗？没有，但它存在。声音有重量吗？没有，但它能影响你。意识有重量吗？没有，但它引导你的一切决定。灵魂也是如此，它不是物质，而是带着智慧的能量。那么，如果灵魂没有重量，那会有密度吗？在一些形上学与灵性教导中，会提到灵魂有能量密度或能量层次，但那并不是物理重量，而是一种振动的精细度。例如，越高维度的灵魂，频率越高，越轻盈；越低维度，越接近物质层的能量，频率越低，越密集。有些灵性传统会把灵魂描述成光体、能量体、电磁振动集合。这些语言不是在谈重量，而是在谈灵魂的共振方式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所谓灵魂有没有重量，就像在问彩虹有多重，一首歌几公斤。
问题本身的方向就不在同一个层次。那为什么还是有人说灵魂像有重量？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原因，当灵魂离开身体时，人类可能感觉到轻了一点，但那不是物质的轻，而是能量的松动。濒死经验 NDE 里，人们常说，感觉脱离了束缚，身体好像变轻，意识从密度很高的肉体中抽离。这不是重量改变，而是能量状态的转换带来的体感差异。甚至在一些古老的灵性传统中，会说灵魂离开肉体后像气一样升起，这也不是在描述物质，而是在比喻灵魂的自由度、流动性以及频率提升时的轻盈感。灵魂不是重量，而是一时之光。这里我们要回到灵性的本质思维，灵魂从来不是一种能被测量的东西，而是一种能探索宇宙、能感受生命、能创造实相的意识。如果你把灵魂当成物质，你永远测不出它。但如果你把灵魂理解为正在经历生命的那个我，背后那个永恒观察者，梦里与清醒时都存在的纯意识，你所有体验的见证者，那么你会发现，灵魂不是轻或重，而是无限。它不是质量组成的，而是觉知本身。如果灵魂不是物质，没有重量，那为什么在许多灵性传统中仍然会提到灵魂的密度及灵体的轻重？甚至有些人做灵魂出体、灵魂旅行时，会描述一种身体变得很轻的感受。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关键概念，灵魂虽然没有质量，但它有能量密度。在能量论中，密度不是重量，而是振动频率越高，越扩展，越细致；频率越低，越凝聚，越紧缩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光，光没有重量，但不同波长代表不同能量。高频光比较轻盈，低频光比较浓厚。灵魂的能量层级也是如此。为什么人类会误以为灵魂应该有重量？因为大部分人对存在的理解是以物质世界为基准的。在三维世界里，能存在的东西要么有体积，要么有重量。于是我们自然会把存在投射成可量化的物质。但灵魂的存在方式本质上是不依赖物质，不依赖重量，只依赖振动频率。灵魂是能量体，而能量体存在的证据不是重量，而是影响。例如，意识能改变大脑的神经连结，情绪能改变身体的荷尔蒙，意图能改变行为与命运的方向。冥想能让脑电波变慢，让细胞修复速度提高。这些都是灵魂能量作用于物质世界的方式。灵魂进入肉身的过程，为什么被形容成压缩？很多灵性传统，包括卡巴拉、吠陀、藏密、萨满系统，都提过类似概念。灵魂在降生时，是从高维能量压缩到三维肉身。这种压缩不是重量变化，而是意识密度的转换。从高维灵魂到低维肉体，像是一大团光，被折叠、压缩，塞进一个小盒子。因此，某些形上学体系会形容灵魂变得比较重，但这不是重量，而是自由度降低，感知范围变小，意识变得更有限，受时间与空间限制。这种限制感会让人误以为灵魂变重了。那么21克的数字可能代表的是什么？如果从灵性角度重新解读，21克根本不是质量，而是能量离开肉身后，身体机能快速改变的象征指标。人死亡后，身体会发生肺部最后一次排气，这可能造成重量变化，皮肤水分蒸散，末梢血管停止输送，造成热能流失，肌肉张力释放，自律神经完全停摆，这些都可能在几秒到几分钟内引起重量波动。所以21克很可能不是灵魂，而是一系列生理机制的合并结果。但它为何如此令人着迷？因为它象征着生命离开肉体那个不可见的瞬间。
人们投射的不是重量，而是渴望验证灵魂是真的。21克成为一个文化符号，而不是一个科学数字。然而，为什么有些人说灵魂出体时会觉得自己很轻？这是一种觉知状态的转换。当你的意识离开肉体，不再受重力、肌肉张力、物质密度的束缚，你会觉得时间变得流动，身体像云一样，自己像在漂浮，思想变得清晰透明。这不是灵魂变轻，而是你脱离了物质世界那套重量逻辑。你正在使用灵魂本来的操作系统，频率、意识、振动，而非物质、密度、重量。所以，回到影片最一开始那个问题，灵魂到底有没有重量？从科学角度来说，灵魂不是具有质量的物质，因此无法被称、被量化，也不会因为离开身体而掉落21克。从灵性角度来看，灵魂更像是一种能量场，是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意识振动。因此，重量这个概念与它根本无关。但在更深层的层次里，我们真正想问的，从来不是灵魂几克，而是灵魂到底是什么？在这里，我想引用柏拉图的观点。柏拉图认为，灵魂来自理念界，一个纯粹、永恒、不可腐败的领域。肉体只是暂时的载具，而灵魂在降生前就已经知道真理，只是在进入肉身后遗忘了。生命的历程就是灵魂在透过经验与觉醒回忆真理。你会发现，柏拉图的观点与我们今天谈的宇宙观其实惊人一致。灵魂不是物质，因此不可能有重量。灵魂来自更高维的存在层次，生命是一段灵魂回忆自身本质的旅程。也就是说，所谓灵魂的重量，从来不是科学秤子上的21克，而是你身为一个意识体，在这具身体里能唤醒多少觉知、爱、自由与真理。而当你离开肉身时，你真正带走的也不是物质，而是你在每一次选择、每一段关系、每一个觉醒瞬间所累积的灵魂光度。也许真正的问题不是灵魂有没有重量，而是你的灵魂正在变得更轻，还是更亮。在宇宙的尺度里，我们并不是一个会被称重的物理个体，而是一道正在扩展的意识。21克这个浪漫的故事，只是提醒我们，在这具身体之外，还有一个更宏大、更亮、更无限的你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